6600万年前，一颗直径大约10公里的小行星，以每秒18公里的速度撞进了今天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。这个速度是什么概念？你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大约4个半小时，这颗小行星如果走同样的路线，只需要40秒。它携带着相当于90多万亿吨 TNT 的能量，一头扎进了浅海。2024年，德国科隆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分析撞击残留物中的同位素，确认这颗小行星来自木星轨道之外的太阳系外缘，是一颗碳质小行星。换句话说，它是从太阳系的冷库一路飞过来的杀手。撞击的瞬间，岩石被气化，不是融化，是直接变成气体。撞击点的温度瞬间飙升到几万度，比太阳表面还热。一切有机物在方圆几百公里内瞬间蒸发，连灰都剩不下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把一块冰扔进滚油里，那嗤的一声，就是撞击点所有生物的命运。但这只是开始。撞击抛射了大约2000亿吨碎屑进入大气层，其中很多是炽热的玻璃小球。这些小球在全球范围内像雨点一样落下，整个天空都在下火。2019年，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北达科他州发现了一批奇怪的化石，古代鲟鱼和植物的遗骸密集地堆在一起，鱼鳃里还嵌着那种玻璃微粒。北达科他州距离撞击点超过3000公里，这些鱼是在撞击发生后大约2个小时被巨浪冲到内陆的。3000公里外2个小时，你能想象那个浪有多大了？说真的，海啸这个词你肯定听过。6600万年前那场海啸，根据计算机模拟，浪高大约1500米，1500米差不多是4个东方明珠叠在一起。这还不是最高的估算，有些模型认为初始浪高可能接近1公里，这个浪以每小时140多公里的速度推进，第一天就横扫了整个大西洋。有意思的是，2021年，科学家在路易斯安那州地下大约1公里半的地方，找到了那场海啸留下的痕迹。地震成像数据显示，海床上有一片巨大的波纹，平均间距600米，平均高度16米。你想想，16米高的海底波纹，这得是多大的浪才能在海床上刻出这种痕迹？这些波纹的方向跟撞击坑完全吻合，也就是说，它们就是那场末日海啸留下的指纹。但海啸虽然恐怖，它只杀了一部分，真正要命的是撞击之后那段漫长的黑暗。撞击抛入大气层的尘埃和硫酸盐气溶胶，在几周之内包裹了整个地球，阳光被彻底遮蔽，全球气温骤降，植物的光合作用几乎停止。这就是所谓的核冬天，只不过这不是核弹造成的，是天外来的。你想想，植物不能光合作用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食物链的最底层断了，植物死了，吃植物的动物饿死，吃动物的动物跟着饿死。这是一场从底层往上烧的连锁崩溃，而且它不是以天计算的，是以年计算的。有些模型估计，光合作用完全恢复可能花了将近2年，而生态系统的全面恢复花了几万年。有意思的是，2020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西克苏鲁伯撞击坑里的岩石样本，发现撞击点的岩石里含有大量的石膏和硬石膏，这些是富含硫的蒸发岩。这意味着撞击不光是扔了灰尘上去，还把巨量的硫氧化物直接气化送进了大气层。
硫氧化物的遮光效果比单纯的灰尘还要强，而且能在平流层里停留更久。所以这场核冬天不是一般的灰尘，冬天是一场酸性的、腐蚀性的黑暗。这里有一个学术界吵了几十年的问题：恐龙灭绝到底主要是小行星撞的，还是印度德干暗色岩的火山喷发搞的？德干暗色岩是什么？它是印度西部一片巨大的火山岩区域，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。这些火山在撞击发生前，大约140万年就开始喷了，持续了大约3万年，释放了巨量的二氧化碳和硫化物。有一派科学家认为，德干火山才是主凶，小行星只是补了最后一刀。但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小行星才是主因。理由是2020年耶鲁大学做的一项研究，他们分析了海底岩石样本，发现德干火山的主要气体释放至少有一半发生在小行星撞击之前。也就是说，火山确实喷了，但它的环境影响在撞击之前就已经消退了。真正跟灭绝时间点精确吻合的，只有那颗小行星。2024年发表在《科学进展》上的论文，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。火山活动带来的短暂寒冷期，在小行星撞击前就已经结束了。当然，德干派的人不这么想，他们会说火山喷发削弱了生态系统，让恐龙更脆弱。但说实话，恐龙在火山喷发的3万年里活得好好的，结果小行星一来就全灭了。你说谁是主凶？这就好比一个人抽了30年烟没死，突然被卡车撞了，你说是烟杀的，这不扯吗？不过我也得说句公道话，2024年，英国赫瑞瓦特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西非海岸附近发现了一个直径9公里的陨石坑，叫纳蒂尔陨石坑，年代跟希克苏鲁伯撞击几乎同时。也就是说，那天可能不止一颗小行星撞了地球，可能是一颗大石头分裂成几块，前后脚砸下来的。这就更惨了，你躲过了第一颗，还没喘口气，第二颗又来了。真正的灭顶之灾往往是组合拳。撞击之后的地球可以用4个字形容：暗无天日。你可能觉得这是夸张，不是。根据地质证据，撞击后的地球大气中悬浮着大量硫氧化物和碳颗粒，阳光透过率降到极低。有些研究估计，撞击后头几个月，全球地表温度下降了20多度，热带地区变成了温带，温带变成了寒带。那些习惯了温暖气候的恐龙，就算没被烧死，没被淹死，也冻死了。而且不只是冷，撞击蒸发了撞击点富含石膏的岩层，释放了大约3000多亿吨硫化物进入大气。这些硫化物最终以酸雨的形式降落到地面和海洋。酸雨的酸性可能强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些估算认为，雨水的酸碱度可能降到了2.0左右，跟醋差不多。你能想象整个地球下醋雨吗？叶子碰到就烂了，河流湖泊酸化，鱼类大批死亡。海洋里更惨，撞击导致海洋表层温度巨变，洋流系统紊乱，深海缺氧区域急剧扩张。那些原本生活在浅海的菊石、剑石、苍龙、蛇颈龙几乎全军覆没。海洋食物链的基础，浮游生物也在光合作用停止后大量死亡，整个海洋变成了一锅死水。有意思的是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死了，有一些生物活得还不错。鳄鱼基本没事，鳄鱼是变温动物，
新陈代谢慢，几个月不吃也饿不死。而且它们住在水里，水体的温度变化比空气慢得多，等于是天然保温。乌龟也活了下来，道理差不多。两栖动物里的蛙类和蝾螈也大部分幸存了，因为它们可以在泥里冬眠，等灾难过去再出来。还有哺乳动物，当时的哺乳动物体型很小，大概就是老鼠那么大，它们钻在地洞里，吃的是昆虫和腐肉。植物死光了，但枯死的木头还在，真菌开始分解木头，昆虫吃真菌，哺乳动物吃昆虫。你看，食物链虽然塌了，但底下还残存了一条微型通道。深海生物也活得不错，深海不依赖阳光，靠的是化学能。热液口生态系统自成一体，上面的灾难跟它们基本没关系。你想想，地表在挨核冬天的时候，深海热液口旁边的管虫和细菌还在悠哉悠哉地过日子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这就是分散投资的好处，生命把赌注压在了不同的生态位上，总有一些能活下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哺乳动物能崛起，不是因为我们祖先有多厉害，是因为它们足够小，足够不挑食，足够能忍。那些体型巨大、食量惊人、需要大量阳光和植被支撑的恐龙，在这种环境下就是个死字。活下来的都是那些不讲究的。说真的，你回头看这场灭绝，会发现一个很残酷的规律：灾难面前，不是最强的活下来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活下来。恐龙称霸了1.6亿年，体型越大越威风，结果天上一块石头砸下来，越大的死得越快，而那些躲在洞里啃虫子的小东西，反而成了未来世界的主人。当然，恐龙没有完全灭绝，有一只小型兽脚类恐龙活了下来，它们长着羽毛，体型很小，新陈代谢快。你现在每天早上被它们吵醒，对，就是鸟。你家里的鹦鹉，楼下广场上的鸽子，菜市场里卖的鸡，严格来说都是恐龙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恐龙并没有灭绝，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活法。但这还不是地球历史上最惨的灭绝。6600万年前那场消灭了大约75%的物种，而在2亿5200万年前，有一场灭绝消灭了96%的海洋物种和70%的陆地脊椎动物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死亡。那个故事比恐龙灭绝惨烈10倍。2亿5200万年前，地球差一点就把生命的灯全关了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96%的海洋物种在你眼前消失是什么概念？你站在海边，海里的鱼10种里只剩不到半种，珊瑚没了。三叶虫，那是存活了3亿年的老字号，没了。连之前每次大灭绝都挺过来的腕足类也几乎被清零。这场灭绝的学名叫2叠纪到3叠纪灭绝事件，但科学家们给了它一个更直白的名字：大死亡。大死亡比恐龙灭绝惨10倍，但知道它的人少得多，这也不奇怪。恐龙有故事，有画面感，一个巨大的动物轰然倒地，多戏剧性。而2叠纪大灭绝的主角是一群你没听过的动物，它们的名字读起来像密码：背帆高耸的翼齿龙，体型像牛却长着龟壳的巨齿龙，海里游得像火箭的直角石。它们活着的时候，恐龙连影子都没有。凶手是谁？这个问题基本没有争议，就是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。
这是一片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火山岩区域，位置在今天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。它不是一座火山，是一个火山群，确切地说是地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山活动之一。它持续喷发了几十万年到100万年，喷出的岩浆足以覆盖整个欧洲。但问题来了，火山喷发是怎么杀掉96%的海洋生物的？这个问题学术界吵了很多年，也是我要站队的地方。最直接的解释是温室效应，火山喷出了巨量的二氧化碳，全球气温飙升，海水升温后氧气溶解度下降，海洋大面积缺氧，窒息是大部分海洋生物的死因。这个解释叫海洋缺氧模型，是目前最主流的。有一个数据可以帮你理解这个规模。有研究估计，当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释放速率达到了每年大约50亿吨碳。虽然是当前人类排放量的1半，但持续了几十万年。累积效应把地球表层系统推过了临界点，海洋的酸碱度和温度都发生了极端变化，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。但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够完整。2021年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机制，我觉得更有说服力。他们用镍同位素分析发现，西伯利亚火山喷发产生了大量含镍气溶胶，这些气溶胶通过大气环流散布到全球，沉降到海洋和陆地。镍是浮游植物的营养元素，大量的镍输入刺激了海洋表层，生产力爆发。但这些浮游生物死后沉入海底，分解过程中耗尽了深水的氧气。简单说，就是海洋被喂了太多肥料，藻类疯长，死后腐烂，把氧气吃光了。这在生态学上叫富营养化。今天你看到的赤潮就是这个原理，只不过二叠纪末的版本是放大了100万倍。还有更狠的，2024年，中国科学家孙亚东教授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另一个关键因素——巨型厄尔尼诺效应。他们通过分析微小生物牙齿化石里的氧同位素，结合超级计算机模拟，发现当时的地球经历了一种持续的大范围炎热干旱，偶尔来一场短促暴雨。这种极端气候模式跟今天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同一个原理，但规模大到了全球级别。你以为厄尔尼诺只是让你今年冬天暖和一点儿？在二叠纪末，它杀掉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东西，而且连锁反应还没有结束。海洋缺氧之后，一种叫硫酸盐还原菌的细菌在缺氧海水中大量繁殖，它们制造硫化氢，一种剧毒气体。硫化氢不光毒杀海洋生物，还会溢出到大气中，破坏臭氧层。你想想，臭氧层破了，紫外线直射地表，陆地生物也跟着遭殃。这是一个从海洋到陆地，从细菌到巨兽的全面绞杀链。说真的，这场灭绝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某一个杀手，而在于所有杀手同时来了。火山放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升温，升温导致缺氧，缺氧催生硫化氢，硫化氢破坏臭氧层，紫外线杀陆地生物，陆地植物死了，又加剧大气变化。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，一旦启动就刹不住车。地球花了几百万年才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，而有物种估计恢复花了1000万年。有意思的是，二叠纪大灭绝之前，
地球上已经有一批很奇异的生物在晃悠了。异齿龙背上顶着一把大帆，看着像恐龙，但其实不是恐龙，它是哺乳动物的远亲。那把帆是干什么用的？多数科学家认为是体温调节，侧面迎太阳可以快速升温，正面迎风可以快速散热，说白了就是个天然的太阳能板。异齿龙体长可达4米半，是当时陆地上的顶级掠食者。还有体型庞大的巨齿龙，长得像一头长了龟壳的牛，吃素的，体重可能有半吨。这些动物在二叠纪末全部消失了，它们的生态位空了出来，这一空就是几百万年。等到生态恢复的时候，站上来的不再是它们，而是一种新生力量——恐龙。说真的，二叠纪大灭绝还有一个很少人提到的后果，它是地球历史上唯一一次造成昆虫大量灭绝的事件。你知道昆虫有多能活吗？它们扛过了其他4次大灭绝，连恐龙灭绝都没能消灭昆虫。但二叠纪末的昆虫多样性下降了大约1半，这说明当时的陆地环境恶化到了什么程度，连最皮实的虫子都撑不住。不过在恐龙登场之前，地球还经历了一段非常魔幻的时期，就是3叠纪的气候极端期。3叠纪的地球是个什么样子呢？盘古大陆还没有分裂，所有陆地挤在一起形成一块超级大陆，内陆距离海洋太远，气候干旱到极点，大部分内陆是沙漠，但这恰恰给了恐龙机会。3叠纪的恐龙都很小，大概就是狗到鸵鸟的大小。它们在这个干燥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，两足行走，高效呼吸，快速奔跑。说真的，恐龙能称霸1亿6千万年，不是靠运气，是靠实力。它们的呼吸系统跟鸟类一样，有气囊结构，呼吸效率远超其他爬行动物。在低氧环境里，别的动物喘不上气，恐龙活蹦乱跳。3叠纪末又来了一次小规模灭绝，很多竞争对手倒下了，恐龙反而越活越好。然后就是侏罗纪，侏罗纪的气候变得温暖湿润，植物茂盛，食物充足，恐龙的体型开始飙升，腕龙、梁龙这些庞然大物出场了，体长20-30米，体重几十吨。你想想，一只梁龙从你面前走过，每一步落地都像小型地震，那是什么感觉？陆地上的顶级掠食者也开始变大，异特龙、角鼻龙，后来到了白垩纪，暴龙登场。暴龙是陆地上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杀手之一，咬合力可达6吨，一口能把一辆汽车咬成废铁。2012年的一项研究估计，暴龙的咬合力大约在36000牛顿到57000牛顿之间，后来又有研究把它推高到了大约12万牛顿，这个数字太抽象了。换个说法，暴龙一口下去的力量大约相当于一只大象站在你的肩膀上，但暴龙再厉害也挡不住天上那块石头。在恐龙称霸的年代之前，地球上还出现过另一批奇葩，就是石炭纪的巨虫。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因为它跟恐龙的戏路完全不一样。大约3亿年前的石炭纪，地球是一个绿色的世界，陆地被高大的蕨类植物覆盖，有些树蕨能长到30米高。这些植物疯狂光合作用，把二氧化碳吸进去，把氧气吐出来，而且是吐了不知道多少年。结果就是石炭纪的大气含氧量飙升到了大约35%，
而今天只有21%。35%的氧气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你穿越回去，你会觉得精力过剩，就像住进了一个巨型高压氧舱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它意味着昆虫可以长得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昆虫不是用肺呼吸的，它们靠体表的小气管网络直接把氧气输送到组织。这个系统的效率取决于空气中的氧浓度，氧浓度越高，能供氧的体型就越大。石炭纪的35%氧含量，把昆虫的体型上限拉高了一个数量级。巨脉蜻蜓，一展75厘米，跟一只老鹰差不多大，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昆虫。你在石炭纪的沼泽边散步，头顶上飞过去一只蜻蜓，翅膀比你张开的手臂还宽，你说你怕不怕？还有节胸蜈蚣，体长超过2米，相当于一条成年鳄鱼的长度，在地上爬行的样子，你想想就头皮发麻。但这里有个争议点，我要说清楚，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认同高氧等于巨虫这个说法。有些研究者认为，石炭纪昆虫巨大化的原因是当时缺少大型脊椎动物掠食者，昆虫没有天敌，所以可以放心地长大。还有人说，是因为当时的大气密度更高，飞行更省力，所以昆虫可以长更大的翅膀。我认为高氧是主因，但也不是唯一原因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综合条件，氧含量高提供了生理基础，缺少天敌提供了进化空间，大气密度高提供了飞行条件。3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才有了那个巨虫横行的时代。但巨虫的辉煌没有持续太久，到了石炭纪末期，气候变化导致大面积雨林崩溃，氧含量开始下降。那些体型巨大的昆虫，呼吸效率不再足以支撑它们庞大的身躯，就像一辆排量太大、油耗太高的车加不起油了。巨脉蜻蜓的翼展从75厘米慢慢缩水，节胸蜈蚣从2米缩短到几十厘米。等你看到今天的蜻蜓，它们已经是缩小了10倍之后的版本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石炭纪之所以叫石炭纪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大量植物死后被埋在沼泽里，没有完全腐烂，最终变成了煤炭。今天我们烧的煤，很大一部分就是3亿年前那些树蕨的遗体。你现在用的电，如果你住在煤电为主的地区，有一部分能量其实来自石炭纪的阳光。说真的，每次想到这个，我都觉得人类跟3亿年前的植物有一种奇妙的跨时空联系。说回恐龙，恐龙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。3叠纪的时候，它们还是小角色，体型小，数量也不多，但它们有2个杀手锏：高效的呼吸系统和直立的后肢。别的爬行动物是4肢横着爬，恐龙是后肢直立站着。站着走比爬着走省力得多，速度快得多，耐力也强得多。3叠纪末的一次灭绝事件清掉了大部分竞争对手之后，恐龙的时代正式开启。侏罗纪温暖湿润，植物茂盛，犀角类恐龙体型一路飙升。到了白垩纪，恐龙的多样性达到了巅峰，暴龙、三角龙、甲龙、鸭嘴龙，各种体型、各种食性、各种生态位，几乎占据了陆地生态系统的每一个角落。天空上有翼龙，海里有苍龙和蛇颈龙。你要是穿越到白垩纪，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球，每一种动物都比现代的大好几号。然后6600万年前，那颗小行星来了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撞击之后发生了什么，
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如果那颗小行星今天撞上地球，人类能扛得住吗？先说一个可能会让你安心的事实：直径超过1公里的近地小行星，人类已经发现了95%以上。目前没有任何一颗在未来100年内有撞击地球的可能。也就是说，那种能把人类文明连根拔起的大石头，我们至少已经把名单摸清了。但直径140米级别的那种可以摧毁一个中小型国家的小行星，我们只发现了大约45%。至于几十米级别的，发现率更低。2024年12月，智利的天文台首次捕捉到了一颗编号为2024Y 尔4的小行星，直径大约40到90米。美国航天局评估，它有2%的概率在2032年撞击地球。2%听起来不高，但在天文学上，这已经是一个让人坐不住的数字了。联合国为此第一次启动了行星安全协议。好消息是，后来随着更多观测数据的积累，2024Y 尔4的撞击概率被大幅下调，基本排除了撞击可能。但这件事给我们提了个醒，我们不知道下一颗什么时候出现，而我们能做的准备其实比你想的要多。而且你要知道，这种事不是远在天边的理论。可能1908年，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发生了一次爆炸，一颗大约50到60米直径的小行星在空中解体，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0多颗广岛原子弹，2000多平方公里的森林被夷为平地。如果那个东西晚到几个小时，砸在圣彼得堡或者伦敦上空，历史就得改写。2013年，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上空又有一颗大约20米直径的陨石在空中爆炸，冲击波震碎了几千栋建筑的玻璃，1000多人受伤。这颗陨石在进入大气层之前，没有任何天文台发现过它，因为它是从太阳的方向飞过来的，跟太阳光在同一条线上，望远镜根本看不到。说真的，这就好比有人从你背后开枪，你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。人类第一次成功改变了一颗小行星的轨道，是2022年的事情。美国航天局的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，简称飞镖任务，用一个探测器以每秒 6.6 公里的速度撞向一颗名叫迪莫福斯的小行星，撞击成功，改变了它的公转周期，缩短了33分钟。你可能会说，33分钟算什么？但你想想，如果这颗小行星要在10年后撞地球，你只需要让它每天快几秒钟或者慢几秒钟，10年累积下来，它的轨道就会偏离地球足够远。关键不是你推了多远，而是你推得够早。2024年，中国深空探测实验室也公布了近地小行星防御计划，准备在2030年前后实施首次动能撞击任务。中国方案是半飞加撞击加半飞的3步走，先用观测器跟着小行星飞，摸清楚它的体型和结构，然后用撞击器撞上去，撞完了继续观测效果。比美国的方案多了一前一后的半飞环节，等于撞之前先看清楚，撞之后还验算。说真的，这个方案挺符合中国人的性格的，做事先调查研究，做完还要复盘。当然，动能撞击只是防御手段之一，如果小行星太大撞不动怎么办？还有核爆方案，不是像科幻电影里那样在小行星内部引爆把它炸碎，而是在小行星旁边引爆，
利用核爆的辐射冲击波把小行星推离轨道，还有更科幻的激光烧蚀方案，用高能激光持续照射小行星表面，让表面物质蒸发，蒸发的反作用力慢慢改变轨道。这些方案目前都在理论论证和初步实验阶段，但至少说明人类不是完全束手无策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真的有一颗跟6600万年前差不多大的小行星朝我们飞来，10公里直径的那种，人类现有的技术恐怕还是不够用。那种规模的撞击，动能撞击器就像拿乒乓球去撞卡车，推不动，但至少我们能提前发现它，提前几年甚至几十年，然后集中全球力量想办法。人类历史上最擅长的事情，就是在最后期限之前爆发出惊人的效率。有意思的是，太空里的石头虽然可能是杀手，但也可能是宝藏。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有一颗叫灵神星的小行星，编号16。这颗小行星主要由铁和镍组成，可能还含有大量的铂金和黄金。美国航天局估计，它的金属资源总价值大约700万亿欧元。如果分给全球80亿人，每人能分到大约8700亿欧元。美国已经在2023年10月发射了灵神星探测器，预计2029年抵达。说真的，这个数字听着很吓人，但你要冷静想一想，如果真的把这么多黄金拉回地球，黄金价格会直接崩盘。物以稀为贵，当黄金跟铁一样多的时候，它就不再是贵金属了。但铂金、铱、钯这些在工业上有重要用途的金属，如果供应量暴增，倒是可能推动一波技术革命。燃料电池、半导体、航天材料，很多受限于稀有金属成本的领域，可能一下子就打开了。所以小行星这事两面性很强，它可以是灭绝者，也可以是金矿。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能力去碰它。有能力它是资源，没能力它是灾难。那如果人类不是被小行星灭了，而是自己消失了呢？假设明天地球上80亿人突然全部消失，地球会怎么样？第1个星期，电力系统崩溃。现在全球有超过400座核电站，没有人在控制室盯着，冷却系统很快罢工，反应堆过热，一部分会发生爆炸，把放射性物质抛洒到周围环境中。这会是地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核污染事件，但说实话，对地球本身来说不算什么。切尔诺贝利禁区在人类撤离后变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，辐射确实有影响，但大自然承受辐射的能力远比你想象的强。1年之后，城市开始被植物入侵，水泥缝隙里长出草，屋顶上积了泥土，开始长树。10年之后，大部分城市建筑已经面目全非，玻璃碎了，墙体开裂，钢筋开始锈蚀。狗这种跟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会受很大打击，因为它们依赖人类的残羹剩饭。但猫可能活得不错，猫本来就是半野生的，抓老鼠抓鸟，不靠人也能活。100年之后，大部分木结构建筑倒塌了，钢筋混凝土也开始风化。500年后，基本上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。胡佛大坝可能是最后倒下的建筑之一。混凝土大坝的设计寿命是几百年到上千年，但最终也会被水压和地震干掉。5万年之后，地球表面上几乎看不到人类存在过的痕迹了，板块运动，风化侵蚀，植被覆盖。
大自然是最好的粉刷匠，它会把一切都重新刷一遍，但几乎看不到，不等于完全消失。如果你往地下挖，地层里会留下一层很有意思的东西：塑料微粒、放射性同位素、混凝土、粉尘、铝的化合物。这些在自然界中不会自己出现的东西，就是人类文明的地层指纹。如果1000万年后有另一种智慧生物来挖地球，他们会在地层中看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，上面写着：这里曾经住过一群会用火的猴子。还有2样东西会留在人类消失之后很久很久，一个是旅行者号探测器。1977年发射的2颗探测器已经飞到了太阳系边缘，远离了所有可能损坏它们的东西。只要不撞上什么东西，它们可以在太空中飘几百万年，甚至更久。旅行者1号上还带了一张金唱片，里面有地球的声音、音乐、各种语言的问候。如果有外星文明捡到它，这就是人类留给宇宙的最后遗言。另一个是月球上的脚印，阿波罗计划留下的那几个脚印，没有风，没有水，没有大气活动，它们会一直留在那里，除非有陨石正好砸中那个位置，否则几千万年后那些脚印还在。你想想，一个物种存在了大约30万年，走出来地球，踩了另一个天体几个脚印，然后消失了。那几个脚印就是它曾经存在过的全部证据。说真的，写到这儿我反而觉得有点释然。人类在地球面前真的很渺小。6600万年前，恐龙称霸了1亿6千万年，比人类的历史长几百倍，结果一颗石头就全灭了。人类才30万年，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永远活下去？但渺小不等于没有意义。你知道二叠纪大灭绝之后，地球花了多久恢复吗？大约1000万年。1000万年之后，生态系统重新繁荣，新的物种填满了空缺的生态位。地球不会因为任何一场灾难而真正死去，它只是换一批演员继续演。生命这个玩意儿，比你想象的要顽强得多。你看，史坦纪那些巨虫，氧气含量从35%掉到21%，它们缩小了10倍，但没有完全灭绝。今天的蜻蜓就是它们的后代，只是小了一圈。二叠纪大灭绝杀掉了96%的海洋物种，剩下的4%里，有一只肉鳍鱼类爬上了陆地，后来变成了4足动物，再后来变成了你。6600万年前，那颗小行星灭了恐龙，但有一只小恐龙长出了羽毛，学会了飞。今天你在公园里能看到它们在抢薯条。生命的每一次大灾难之后，都不是从零开始，而是从废墟里捡还能用的零件重新拼装。拼出来的东西可能跟之前完全不一样，但往往更有趣。晚安。